Hello，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现在我手里的这台就是 vivo Nex 3 5G 这台机器呢，我是小小的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前这个官微早就把这个手机给视频都放出来了，新鲜感可能没那么足，但是它是全球首发量产的瀑布屏。这个瀑布屏呢，刚一出来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感觉它这个防污触这个优化算法得多厉害啊！还有就是它这个防磕碰整机的刚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手怎么样？这个我都是非常好奇的。这台机器呢，上手完毕之后还是有挺多有意思的设计的点。咱们就废话少说，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咱们来聊聊 Nex 3 5G。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打开盒子呢，里边是比较传统的，它是一个44瓦的一个快充头，然后还附送了一个耳机，旁边呢也是这种塑料的结构，整个这个盒子都是非常精致的。然后下面呢有一个保护壳，这个保护壳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它外边呢是这种类皮质的那种感觉，然后里边是这个塑料壳，总体的质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这个瀑布屏嘛，所以说两侧呢就几乎没有，边还有一个Type-C 的一个数据线。其实这台机器呢，官方早已经是发过视频了，就是奥利奥的这个3摄的结构。摄像头方面咱们一会儿再说。后背呢就是一个 Nex， 然后一个5G。我手里这个颜色呢叫液态天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其实呢它有点那种浅金色的感觉，有一点点那个金色这个颜色非常难形容就是银色、金色都有一点，然后呢，如果要是光打上去呢，还泛着一点蓝色，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确实是挺漂亮的另外呢，还有一台那个黑色的版本，那个深色的版本我是不太喜欢，两侧是没有实体按键的，它只有一个虚拟按键不对，应该说是3个虚拟按键中间呢，它这里给大家一个特写，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树脂的纹理，然后你一下手指就能感触到，然后即便是在关机的情况下，你点按它是也有横向的震动马达反馈的。在顶部呢，这里有一个按键，这个非常小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解锁键，或者说是一个强制重启键吧就是几乎平常呢是用不到的如果你这手机不出问题呢，就永远用不到这颗按键。如果比如说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意外死机了，这个就是它这个备用按键吧，可以这样理解。然后整个手机的正面颜值呢，为大家打到一个浅色的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面颜值的这个情况。然后侧边的这个瀑布屏其实这个瀑布屏呢，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弧面非常非常大的曲面屏。侧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从正面颜值看呢，你真的已经是感受不到边框了。三星的这个曲面屏呢，其实你多少呢还是能够感受到两边有那个黑条的情况，但是这个瀑布屏呢就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侧边的边呢收的已经是很窄了，然后再加上弧度非常大的这种曲面设计，这个就是瀑布屏的一个正面观感。这个前面呢，我已经是把玩一段时间这个手机了，我实话实说，几乎没有碰到误触的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少，就是它也有，但是很少。但是呢，曲面屏的一些小通病它也有，就比如说两侧可能有偏绿的情况，就我这边稍微一打出来它就有那个屏幕方面呢，稍显遗憾，没有上到2K 屏幕。然后，但是这块 AMOLED 屏幕呢，我刚才在这个阳光下呢使用了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它这个峰值呢可以到达800尼特的这个亮度，然后 1080P，瀑布屏这个显示效果方面呢还是 OK 的，毕竟呢它是 vivo 的这个顶级旗舰嘛，是这么一个定位。按键方面呢，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个电源按键，你可以想象一下苹果那个 Home 键，当时它是不可下按嘛，这个给你那个反馈，这个电源按键几乎就是那个反馈，它是 X 轴的震动马达，这个马达也非常大。然后它上下就是做了一个区分，它没有明确的标识出来，就是在这个按键的上下，它是有这个音量键的，是3颗虚拟按键在它的侧边，然后这边呢是完全没有。刚才是这个屏下指纹识别，这个速度方面呢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黑屏情况下呢直接盲解真机上手，这个冲击力确实还可以。
咱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相机，后背呢是这个奥利奥的结构。今年呢应该是有好几个奥利奥的这个机器在后面发布，就是圆形的这个模组，然后它是把3颗镜头呢圈在了中间。镜头方面呢，我还不知道它2个副摄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知道它的主摄是6400万三星的 GW1 这颗摄像头。其实这个摄像头呢，之前我们在几个机器里边已经给大家做过体验了啊，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解析力方面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底也非常大，它是和 IMX600就是 Mate 30 Pro 那个底是一样大的。然后另外2个副摄呢全是1300万的副摄。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来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兼货。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哦。前置方面呢是一个模组并不太小的升降前摄，这个 vivo 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它还有一颗很大的闪光灯。然后听筒方面呢，它是集成在了它这个升降结构里边。机器的重量呢，毕竟这么大吧，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具体参数，但是肯定也得是200多克啊。然后电池方面，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对于6.89寸的一台手机来说，好在它没上 2K，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池容量呢还算是 OK 吧。处理器方面，855 Plus， 然后充电是44瓦的一个快充。误触的情况呢，刚才我们一直在使用手机，也确实几乎没有发生。这个我手指握在这儿的时候，这个手掌已经碰到了一个瀑布屏的边缘，但是并没有发生这个误触的情况。它这个两侧的这个抑制和优化做的还行。曲面屏的这个小功能上呢，比如说它有这个曲面的氛围灯。食指就像2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心裏對話，我想要帶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更。另外呢，还有就是价格方面，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最终的价格，这个应该是标准版在4000多块钱，然后它的5G 版本应该在5000多块钱。对，它是分这个4、5G 版本的，因为现在正在一个过渡期嘛。它原厂呢是已经给贴了这个膜了，这个后背的也是膜，然后前面的也是膜，已经给你贴好了。那你自己可能贴不了这么完美啊，它这个贴膜呢是一个问题。上手的感觉给我还是不错的吧，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硌手。因为我之前觉得，如果要是铺屏的话，它这个两侧的这种金属边呢肯定会突出的比较多，为了起保护作用嘛。但是事实呢，它并没有做很大的这个金属的凸起，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握持手感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边缘就不用说了，哇，这个非常棒，这种划过边缘的时候这种顺手的感觉。整个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一台挺成熟的旗舰，这个并没有一些特别大的这个毛病。刚才的视频里边呢，咱们优点已经说的挺多了，但是使用过程中呢，也有一些小缺点，就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纠结的，你这么大的这个手机，这个6.89寸、6.9寸都快7寸了。这个还是1080p 的这个屏幕，我觉得这一点上它应该是出于续航还有5G 方面的考量，因为根据我们目前对这个5G 的测试，5G 还是非常耗电的。如果它选择这么大一块屏幕，如果再加上2K， 再加上5G， 那它的电池起码也得4800才有保障，那么它整个这个体积又得上一个等级。所以说，我觉得它没上2K 应该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个边缘防磕碰的这个情况，因为刚才呢我说了，它整个这个金属边是并没有延展，就是手感非常非常好。但是估计有很多小伙伴担心这个边缘如果碰到的话，这个屏幕它这个会怎么样？要是手残党的话，我建议你真得非常小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日常我只要拿着这个手机，手指接触的就是它侧边的这个屏幕。这块屏幕如果要是磕一下，那应该不便宜，应该挺贵的。这个其他的细节配置方面，比如说 UFS 3.0啊，这个该有的旗舰配置全部都有。至于这个奥利奥的6400万相机方面，后期呢我们会给大家持续的分享它的这个拍照的这个情况。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期的一个上手，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好像又快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好像啊。更多内容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B 站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客观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